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澜老师、陈斌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中国好粥选银鹭，《非诚勿扰》有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指定播出。《非诚勿扰》由椰树椰汁指定播出，正宗椰汁椰树牌，我从小喝到大。本节目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希望来到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也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向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更有数字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6晚21点，会员抢先看。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大家晚上好呀，我是小林，又见面啦。有请1号男嘉宾。3位老师好，然后大家好，我叫刘新阳，今年29岁，来自北京。本嘉宾由爱荔枝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1号男生推荐谁？刘信阳的首轮智推女生是24号女生付新宇，23岁，在北京研究生在读，是一个活泼开朗、有艺术天分的女生。两人是浪漫甜蜜、有趣灵动、享受当下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你的愿望是？想和你交换彼此的年度人生照片。哇哦！这可以啊！哦，你这今天上台穿的就有点多了，我感觉。我的年度人生照片就是每个人可能大家成长的经历不一样，然后每一年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和经历，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通过一张照片去让你回忆起不同时段、不同年龄的一个经历。拉倒，就是自己觉得帅呗。我这个照片啊，就是其实前后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它间隔了8年。对，第一张其实是我18、19岁，就是刚成年，然后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韩国嘛，然后去拍了这样一个照片，然后过了8年之后再回到同一个地方，其实会觉得有非常多的一个感悟。有没有女生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年度照片的？这个是谁？举手。
老师你好，我叫张迪，在苏州读医学专业，博士3年级。这张照片是我跟姐姐在马来西亚拍到的，当时是随意在一处大桥上面随机拍下的一张照片，反而发现比那些刻意的网红打卡地还要自然跟轻松。我发现照片它要表达出来美以及感情，其实是在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下可以看到的。这是哪里啊？这个是我的，是在瑞士拍的。但是为什么把它选做我的年度人生照片呢？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去登雪山嘛。哇哦，这是谁啊？这个身材太好了。哦，哎呀，看不出来啊。那个是我去年就是一整年工作都比较忙，然后我就是近几年就是经常有偶尔性的去健身房，但是从来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女孩去健身房就是很难坚持。对呀。但这是我坚持了2个月，我每天基本上都去，从来没有断过。就是每天坚持去拍个照片就走。那不是。好，看片子。虽然我不是站在镜头中间的人，但我可以决定人生的镜头要怎么转。我叫刘新阳，今年29岁。第一个镜头我转向了忙碌。毕业开始我就在各个电商头部公司工作，团队20多人，负责踩点、统筹、安排吃喝住行，整个流程从头到尾都在我手里。我是续航型大厂人，在团队里也是计划担当。每天的时间表，我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1年出差60、70次，我飞遍了大江南北，戴口罩、帽子、墨镜。长途飞行时，我习惯把自己装成隐形状态，这样既能休息，也能偷偷观察世界。第2个镜头，我转向了旅行。我最喜欢的地方，第1名一定是三亚。这几年我迷上了冲浪，刺激中内心还会有一种平静。其次就是新疆，就像撒贝宁说的，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我觉得时间就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还有我的家乡湖北宜昌，那是一个让我愿意早起吃早饭的地方，炸豆皮、红肉包子、热干面，北京给不了我的幸福感，在家里都有。第3个镜头，我转向了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慢多了。跳槽之后，我不再忙碌的出差，也拥有了完整的周末，和朋友吃饭，喝点小酒，不赶时间，不拼状态，只是好好的把一个周末过完。我特别爱听歌，歌单里有1000多首歌，什么风格都有。有些歌真的就会像一段生活的快捷入口，变成刻在骨子里的 BGM， 旋律一响就能把我拉回到回忆里。这次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希望和未来的你拥有一个轻松稳定的生活，一起寻找一首属于我们的歌。很喜欢唱歌，比较喜欢。就是你那个1000多首歌都是在……哦，那个其实是 QQ 音乐嘛，就是从初中就开始用，然后从初中、高中、大学到进入工作之后，其实它是一个时间线都能够连上来的，有1000多首歌。哦，终于有一首我听过的了。漫步人生路吗？对对对。比如说从初中吧，然后是那个首歌都比较老，包括有很多 Michael Jackson 的歌。情深深雨蒙蒙。哦对。然后那个是到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听一些比较经典的歌了，然后可能歌单就会逐渐的丰富，然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邓丽君老师的，比较经典。天哪！
万没想到，存1000多首歌的人选了邓丽君的这首歌。对你是打算陪女朋友的爷爷奶奶去唱 K 是吧？就我觉得这种老歌其实非常经典，包括韵味啊。真的是这个再次印证了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华语乐坛唯一一个可以跨越3代人都认可的歌手，只有一个邓丽邓丽君，没有第二个。对，所以一个歌手能做到这个，真了不起。我想再过10年，一样还会有人听邓丽君。对，是的。我前2天不是去英国看那个邓丽君数字人的演唱会吗？然后他就找了2个女孩，身形非常像邓丽君，然后他们就去做那个动作捕捉，来用3D 技术把她的那个脸呐、身材啊全部都还原出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2个女孩在模仿她的过程当中，那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哎，感觉就回到了过去。艺术就是跨越空间跨越和时空间、间。时间，跨越文化。哎，好久没有卡拉 OK 大赛了。哎，哟，来4号李哎李薇哇，我看男嘉宾的那个歌单里面有一首歌是《别找我麻烦》，那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听，就很放松。我可以唱那个。你来。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一把伞。哦，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谢谢。哎，这多好玩啊！不错不错。你在大厂的团队里边是什么人设？比如说计划担当或者是统筹制片这一类，但是我们因为做的是直播类，直播的外景溯源，所以跟传统的还是有点区别。现在网上无数都是那种00后在职场的那种炸天的各种表现。女生们，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你是什么样的人设？要不要分享一下？来，过来来。其实我平时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然后就是很喜欢搞抽象。但是呢，我是一个开店的老板，然后又不能跟员工天天嘻嘻哈哈什么，所以我每次一去店里我就要摆臭脸，然后也不能开玩笑，就憋得我回家每次都要自己玩一会儿。你这么点大就摆老板的谱？还有谁？邵之仪。活动担当，就像一般举行大型活动啦，像什么爬山啊，还有合唱、舞蹈，还有一些朗诵这些，我就会上一下。他就像那个学校里边，中小学里边要有一个什么文艺委员，要么唱个歌，要么朗诵个什么，他就是这种角色啊。哎，你一年你在那个航旅纵横，你一年要飞多少？多的时候1年60、70次。这个是对，然后2年大概飞了100次左右吧。39个。这是1年的？2年的，差不多2年。对，这2年的也可以了。2年139啊！每5天就要飞1次。就是大江南北基本上都去了一遍。就是机票我会收集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房卡。房卡。好看一点就是住过的酒店或者旅行啊，包括出差，就是我都会收集一些。哦。女生1年飞的最多的有谁？有到这个级别的有没有？来，过来。我1年就是我前2期分享的我的那个航线图，我1年飞了30多次，我就觉得已经很多了，再加上一些什么高铁的，1年也得有50、60次。来，我们问一个相反的，1年都没出过门的那种有没有？宅王。对，也没有。能够来我们节目的也都出门吗？那不好说。上次我们录像的时候，我说你哪儿的？丽水的。他步行，他走路过来的。看下一条。我们的感情持续了5年，我们大学就认识，她是我的师姐。我们从校园走到社会，后来她在韩国读研，我也会抽时间出国去陪她。她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希望稳定，希望安全感。而我当时没有明确的计划，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对未来的节奏不一样，最后我们是很和平的分开，没有争吵，也没有互相指责。那段感情结束之后，让我意识到现实中的一个差距和选择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能够激励到我更加去重视工作和收入的一个情况，明白自己当下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后来我也谈过一段性格完全不同的感情，对方家庭条件很好，但情绪起伏比较大，
对关系的掌控欲也比较强。他会查看我手机里的各种软件，不仅包括点赞、收藏这些细节，连外卖软件的记录都会查。我都会配合，也理解对方的一个不安。但在这段感情里，我一直处于紧绷和委屈的一个状态中。我并不是那种在感情里冷淡的人，相反，我一旦认定一段关系，就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进去。但正是因为投入，我也更清楚地感受到这段感情其实很难走远。现在我对感情的理解变得简单了一点。对我来说，感情的关键是认知匹配、心态稳定。我希望未来的关系是可以商量的，不双标，我们尊重彼此的边界，也不用刻意的改变自己。希望遇到一个能让我放松、彼此真心相待的人。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你的 VCR 里面介绍了2段感情，第一段可能是大家性格比较匹配，但是可能现实因素导致分开的。那么第2段可能就是女生家庭条件也比较好，但是最后还是分开。那么这2段感情对你以后择偶观会有怎样的影响？就是第一段的话，其实是从校园到社会上，然后其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大家的心态还有人生的阶段都不一样。然后他当时可能是比较求稳，然后比较上进，想向上社交这些。然后我其实当时还是在大学嘛，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走一步是一步。然后经历了这些之后，就觉得还是可能要以事业为重，然后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和目标。然后第2段的话，就是主要是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让我觉得2个人之间最重要的还是沟通。谢谢。雍莎。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刚刚看你的那个 VCR 说你的前女友在韩国嘛，然后你的那个年度照片也是肯定对你来说是意义很重大的哈，那个是你前女友给你拍的吗？17、18年那个是，然后后来的就不，后来都不是。就是选它作为你的年度照片，还是觉得有重大的意义的，是不是？对，因为毕竟是一段5年的恋爱嘛。他吃醋了。那个江嘉宾。男嘉宾你好，刚才你提到你想谈一段有边界感的恋爱，是吧？你这个边界感的大体定义是什么？就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之前上一段，就是他会翻我的手机，就是所有东西都会翻，就是任何你能想到的都是会翻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有一些家庭或者成长环境的影响，就是2个人之间我是支持大家可以把密码告诉彼此，你可以有急事或者有什么事情点外卖之类的都可以去帮忙点，但是没有必要就是刻意的去挨个去筛查。那如果你女朋友很愿意去看你这种社交软件呢，她觉得总归你没有什么嘛，对吧？你没有什么也不怕被看。江嘉宾，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因为我是有的时候愿意去看。你是想出于对分享生活的目的呢？不是，就是看一下他态度。我跟你说，这个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虚伪的悖论。你既然没什么，你为什么怕看？那女人，你如果想看的动机是什么？你一定是想看她有没有鬼，她有没有事儿。哪个女人是真是像了解歌单，就是奔着到底有没有事儿？你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一看，如果看到真没事儿，行，我下次再看。真看到有事儿了，天哪！你看吧，果然，我的感觉没错，果然你就是这种人。其实我之前不是很愿意看别人手机，然后有一次我说他莫名来一个电话，我说那你手机给我看一下吧，他就不愿意，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看手机这个事儿，就是很冒犯到个人隐私的那种。后来我就自己偷偷的去翻了一下，然后结果就真的发现有问题。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糟糕的前任教会我们变成一个糟糕的人，然后我们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下一段感情，你怎么可能遇到一个好男人呢？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未来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各方面都很优秀，然后她的追求者也很多，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就是看她手机？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我是不愿意去看的，我也不爱看。就他看我的时候，我只是象征性的时候我也看一下，但是其实我看2秒我就不想看了。谢谢。来，我来告诉你，翟雅丽，你这个里边潜含了一个不太正确的逻辑。你的描述是你女朋友特别好看，追的人特别多，你想不想看她的手机？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因为她好看，追的人多，所以有事儿的概率就大。这个话的逻辑是，
你被家暴了，那他怎么不打别人？为什么就打你呢？你肯定有该打的地方。你觉得这种逻辑成立吗？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我们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逻辑之上。是。换句话说，我想说，我们在讨论的这一趴，其实不是关于只是看手机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我们的前任有出轨的行为之后，我们如何去疗愈自己？我们是在那个出轨之后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的人，还是能够我们在出轨的事件当中正确的归因，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最后一个问题，15号。就是男嘉宾，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在之前的感情当中，我也是因为2次看手机而分手的。第一次是有一个在一起已经30几天，然后我就发现我被小三了，然后就分手了。然后第2次呢，是属于我们在一个生日宴会上，他呢没注意，他手机上有一条消息，我拿起来看，好，又出轨了。然后经过这2次之后，我可能就有一点应激反应了。那么我在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可能在我下一任的时候，我会完全规避掉，我就会觉得，那我眼不见为净，那我就是什么都不看了。现在留灯的是4号、6号，有请4号、6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10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宋子玉，反差感，不喜欢这样的你，我喜欢的，你选一个。不喜欢这样的你。不喜欢说话没边界感，不爱干净，穿搭邋遢，爱冷暴力的男生。蔡依萍，这样的我，我的生活，小太阳。我的生活。狗狗，狗狗，还是狗狗，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疗愈的生物啦？偷偷跟你们说，我其实有个双面日常是和狗狗贴贴的时候，1秒变假精的女孩，但下1秒可能举着酒杯说干杯，不准养鱼的监督员。我是又菜又爱喝的小酒鬼，出门总是躲在朋友身后的社恐 I 人，吃亏了也只敢回家生那种没有人知道的气。微醺的世界能让爱到不行的我放松做自己，但是千万不可以贪杯哦。我很喜欢照顾人，聆听身边的你，看到对方因为我的贴心而开心的话，我会感到超级幸福那你会是我的下一站幸福吗？李薇，爱折腾的我需要阳光，埋头就是冲。爱折腾的我。生活里的我是个特别爱折腾的人，会熬一个通宵去看山顶的日出，也会窝在厨房花3小时研究一道新菜谱。关于爱情，我没什么复杂的标准，不需要你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晚饭后绕着小区散步。我讲今天遇到的趣事，你认真听，也能在我偶尔犯迷糊时不嫌弃地帮我收拾残局。我始终觉得，好的感情不是你负责发光，我负责仰望，而是我们并肩站在一起，把普通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希望能遇见那个看懂我折腾里的热爱，也包容我较真里的小固执的人。小林，男嘉宾第2轮推荐谁？在进入反选的女生中，我为男嘉宾推荐的女生是4号李薇。推荐理由是男生时尚帅气、自信松弛，女生性格阳光开朗、能量满满，两人都平和松弛，追求浪漫，是互相依靠、优势互补的一对。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就是如果你有情绪了，希望另一半怎么去处理？如果有情绪的话，不需要就是立即处理，可能双方需要冷静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再慢慢沟通。我的话一般是
我会先把自己的情绪放一边，就是放空自己，然后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跟对方梳理一遍，然后再决定我要用什么情绪去面对这件事情。我需要的也是，就是双方先冷静一下，但是在冷静完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要知道在你冷静的那段时间，你是有考虑这个事情的。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再见。我认为男嘉宾他的性格嘛比较温和，说话也比较软软糯糯的，跟我一样。所以这一点就感觉比较吸引我吧。我最后选择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听到了那个小林说的很多的那个分析，因为前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了解，然后听他分析之后，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啊，然后整体的一个情况都比较不错，而且我听他说话也是听得非常的温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大学是在成都嘛，你要是来的话，就可以带你逛一逛。逛我春熙路啊？不是春熙路啦，也能带你去一些小众景点。可以。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刚才那个话题，我不能再聊那2个灯就保不住了。我只给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感受到的数据。聊到偷看手机、前任有问题这个话题，男嘉宾在聊自己情感经历的时候，至少有1/3的男嘉宾的前任是因为出轨。你看台上一说这个，像张嘉宾他们说，包括15号，讲起他们的前夫哥，至少1/3出轨。一看手机，个个有事儿。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你开始想去查他手机的时候，当突然有一个电话，2个人都开始神色一变的时候，其实问题早就出现在这个之前了。就是不要再等到说我必须要去看你手机了，你才觉得对段感情有问题。我们不要形成那种行为去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而是在一个低质量的情感关系当中尽早的抽身出来。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非诚勿扰由椰树椰汁指定播出，正宗椰汁椰树牌，我从小喝到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2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陈其潇，来自美丽的槟城哈尔滨，今年37岁。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提供，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陈其潇的首轮自吹女生是9号女生翟亚丽，27岁，在无锡做汽车博主。女生温柔随和，诚恳踏实，两人是互相顾念、相濡以沫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你愿意和我一起研究菜谱吗？你喜欢研究菜谱？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懂生活的人得会做饭。哎，哇，一个是平常偶尔会做的。哇，这么大桌。对呀。要忙很久吧这一桌？一个人吗？对，年夜饭。哦，不是外卖叫过来的吧？不是，绝对是自己做的。不是预制菜吧？没有预制菜。来，我问一下，会做菜的女生举手看看。有，可以呢。来，你们说一说你们各自擅长哪些方面的？翟佳丽。其实我就是都还可以，就是只要说出去下午馆子吃过喜欢吃的都可以做出来。而且基本上第一次做的就比较好吃，而且我比较喜欢摆盘。那就相当可以了，就吃过，它大概就能还原出来，这就相当可以了。对呀。朱静。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算吗？也算，你好意思说，我们就算。郭兰兰。我要跟你持以一个不同的观点。你刚刚说懂生活的人一定懂做饭。那不一定，我也可以懂点外卖。就杭州这么美食荒漠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点很多好吃的外卖。我不会做饭，因为我之前做饭的时候给我自己吃中毒过。与其会生活，我还是先活着吧。研究菜谱和会做饭做菜，它还是有点差异的。你自己有没有自创的什么菜？自创的菜啊。就是我会愿意把自己做的菜起上名字，比如说刚刚那个年夜饭啊，就是起了非常有寓意的名字。比如说茄子，我会把它叫成张灯结彩。哦，像灯笼一样的。对，两个灯笼最后。分享一下你们听到过特别有创意的菜的名字。3号。你们有没有看过马小跳啊？里面有一道菜叫“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是海带猪脚汤。为什么我的手是一个猪蹄？男人都是大猪蹄。这1号。大家好，我是潘心如，今年22岁，来自西安。我的家乡有一道美食，它的名字特别好听，叫一面情深。但是它是用那个胡萝卜丝做的，然后是外面裹着一点面粉给蒸出来的。哦，我还见过一道菜的名字叫“就这样被你蒸熟”。翟玉萍。我们那边有一道就是红鲟蒸粉丝，是一样的做法，但是我们那边叫做蚂蚁上树，因为它那个粉丝上面它会加一点肉末，然后就拉起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肉末挂在那个粉丝上。我最爱讲这个话题。我的童年，我被我的外婆欺骗了，一直到我长大。70年代嘛，把那个没吃完的面条，然后还有一点剩饭，拌在一块儿。我外婆跟我说，这个叫蚂蚁上树。直到我10几岁，当我吃到肉末跟粉丝，那个才叫蚂蚁上树的时候。那个白米饭是哪里来的，对吗？白蚁上树。白蚁上。白米饭儿。好看片子。我叫陈其潇，从小喜欢音乐，经常会在 K 歌平台长期开设自己的歌房。会唱的朋友，大家跟我一起！暖场控节奏，为大家演唱。我非常享受这种把大家组织好都玩得舒服的过程。现在的我在哈尔滨开了一家教培机构，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都说我情绪稳定，不爱记仇。比如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时，我会及时想出解决办法，在事后不去复盘，而是慢慢淡忘。以前的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把它藏在心里。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靠想明白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学会放下。所以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要让它来占用太多的情绪空间。当然了，在生活中我也会有自己的小烦恼。今年37岁的我，经常会遭遇家人的花式催婚。你说你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啊，收入也差不多，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儿子，你最近吃得好吗？忙的时候一个人是不是有点累？哎呦妈呀，真的呀，又生了！哎，你说你家这孙子都生2胎了，我这一个还没抱上呢。上火。我现在呀，一切都好，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说你咋还不结婚呢？其实我对催婚并不反感，家人们并不在乎我结没结婚，他们更在意的是我生活稳不稳定和身边有没有人陪伴和照顾。现在的我工作稳定，家人和睦，希望这次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能够遇到一个心爱的女生，一起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催婚这个话题前2年说的比较多。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短视频，一个女孩，她妈跟她说：“哎呀，你看着吧，趁着我这几年身体还可以，你赶紧结婚生个孩子，再帮你带几年孩子，我的人生的任务就完成了。”哦，女儿说：“妈，你说这谁给你下的任务？我找他去。”这催婚呢也有新的动向，我来问问小林，最近据你掌握有没有什么催婚的新动向？我为大家找到了几种新的催婚博弈，给电视机前的家长和孩子们一些启发吧，哈哈哈。刚学来的，哈哈哈。父母发的红包心机很重，可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哈哈。早点结婚没有点是吗？来看看父母的人工智能是怎么用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哈哈哈。DeepSeek 问的第一个问题，女儿找不到男朋友怎么办？托尔斯泰一定想不到有一天一位中国阿姨会用他说过的话来催婚，哈哈哈。1号。男嘉宾你好，你是哈尔滨的对吧？对。我大学是在黑龙江上的，我几乎每一周都往哈尔滨跑。然后我刚看到那个 VCR 里面，然后就是你的家里面人，很多人不是都在催你吗？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的家人会对你找的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吗？其实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我个人其实对催婚也不排斥，反而我觉得是对家人对我的一种关怀。因为就像我奶奶曾经说过，其实她就是为了想让我有一个伴儿，对，陪伴。14号。男嘉宾你好，这里。你好。就是我刚刚看到你的短片里面有一句话，说是你妈妈在乎有没有人在你身边照顾你。就其实我个人听到这句话是比较应激了，就因为我前男友和我分手的时候，当时我就问他，你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来了一句，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照顾人。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也想找个照顾我的人呐。你们俩一人需要一个护工。就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也希望就是你的另一半承担起这个照顾你的角色吗？没有，我并不觉得，因为我个人很独立，我是会照顾别人的那种人。然后这个只是代表就是父母嘛，所有天下的父母都一样，都是希望照顾儿女，因为他不在咱们身边嘛，是这样。那你说话管用吗？管用啊。好。我觉得李业静说的这个特别对，恋爱当中有些词儿经不住推敲。你随便说说就说说听听也听听了，你要去较真你就听不了这话。比如说，希望找个人要有一个人照顾你，干嘛？我跟你儿子谈恋爱，我是来照顾你们家请的保姆啊，我是来照顾你的。好，有女孩跟男孩说，你这么忙，你拿什么时间来陪我？对呀。男人说，你干嘛生活不能自理，要人陪？你要护工啊？对吧？这些词儿嘛，说顺嘴了，你就随便说说，但是一分析，它就有点。但听上去有点像抬杠啊！哎呀，过来。你好，男嘉宾。就是你整个片子都在催婚，但是我不介意催婚这个问题啊，我更在意的是催生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结了婚都想两个人过几年单独的浪漫小日子。那如果说对方不想那么着急生孩子，那是你的家里又特别着急，那你会怎么调节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我家里面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开明的，顺其自然。如果假设非常着急的话，我觉得毕竟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肯定也是两个人都同意的前提之下，对。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短片中你说遇到一些事情，你可能不会事后去复盘，而是说选择就是淡然。我就有点担心你在感情中会不会也这样？就比如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就是事后你也不会去复盘这个你们吵架的原因，就是说那就过去让它过去吧。哦，这个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就是有问题还是要及时去解决，这样也是我就知道这个点了，这个雷，下次就不要再踩了。你是个不容易记仇的人。我不容易记仇。哎，他看上去就开开心心的啊。女生有觉得自己特别记仇的吗？李业静，你记仇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会记得一些很小的细节，但是我是只记不报。记本身就是报的一种方式。对呀。就是我没有放过你，我记得呢。你觉得是不是？雍莎，你呢？我也是，就是有些时候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我当时不会跟你说，然后最后吵架的时候我翻旧账。哎，为什么当场不说呢？就是可能就当时觉得是件很小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没必要说，去显得我大度一点嘛。然后到最后呢，积累多了之后，我觉得哎，我可以说了。这其实也是回避型的一种，叫半回避。之前的小事儿一直回避，后面憋个大的。还有就是小时候发生的时候，他就觉得淡淡的不舒服，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积累久了以后，哦，把这个人格拼出来了，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跟他讲清楚，有可能是这样。那种从来不记仇的人，是不是快乐程度就会比别人高呢？谭鑫，像你这个脑子，你能记得那事儿吗？我记不住，我是一点都记不住，可能咱叽里呱啦吵完了之后吧，我睡一觉起来，我忘记吵的什么了，真的是记不住一点，我这个脑子没有脑容量了已经。你只要记住转账就行了。就是其实记仇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你记得了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首先是对自己情绪负责。关键是记仇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找一个好的机会，不带着评判的跟对方去探讨，就是给两个人有一个澄清的机会。也许这一次变成了两个人更好的情感的开始呢。负面情绪管理其实有一些流程。其实第一步是，最近有一个词叫老几很火，你可以问一问，你先问老几你怎么了？老几今天不开心。自己跟自己聊，对，老几是因为肯定有负面情绪，叫愁，然后完成第一步叫命名，命名的过程是条理化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找到了，然后再来问原因，动机是谁，然后其实这一步一步的过程都是让自己的情绪慢慢抽离和冷静的过程，但是很多人在被命名这一步就卡住了，负面情绪大概有30个不同的维度。然后你能不能精准的找到是哪几种负面情绪的交织？但这一步如果已经做到，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后面就会他们就是只能混沌的觉得不爽啊，解决了混沌的觉得治愈。你在跟朋友一块儿出去你们聚会的时候，你具体都负责一些什么事儿呢？我具体负责前前后后，从策划到最后结果。因为平时的聚会，就大家出去聚会，可能就是简单的吃饭。但是，一般我跟我朋友相处的聚会，都是比如说有主题的。对，我会搞一些特殊的活动，增加很多吃饭的乐趣。他挺像我们单位老干部科的。老干部科他们就组织那些退休的，要安排各种各样主题啊，什么什么的。对。女生有这样的吗？在你们的团队里边就是这样的担当，17是这样的人吗？我不张罗，但是我就是响应了之后，然后再活跃气氛，但是我一定要接受邀请。谭鑫，我是无脑跟，就是我朋友说是去干什么，我说好就去，然后我朋友说吃什么去吃，好我就哭吃，无脑跟，我觉得跟着他没错。
看下一条。我曾捡到过一束光，日落时却还给了太阳。我和他在高中时就已相识，高中毕业后我们互有好感，但因为当时彼此都有人追求，所以就暂时搁置了这份喜欢。进入大学后，我们偶尔联系，但是因为不在一座城市，生活轨迹也截然不同，所以就这样又错过了4年。毕业后，我在齐齐哈尔工作，又遇到了他。再次重逢的我们，心态更加成熟，也不愿再次错过，于是选择了开始这段感情。他陪着我来到哈尔滨工作，那时的我工作节奏快，压力也很大，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需要我无时不刻的陪伴，不好的情绪也在慢慢积攒。当时我们对未来的规划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我们多次的沟通之后，觉得如果这样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对彼此都是一种消耗。后来我们就理性的选择了分手。我觉得一段感情走得久，依靠的不仅仅是喜欢，更是2个人的相处方式、日常的沟通和情绪处理上的契合度。现在的我也到了适合结婚的阶段，在开启一段感情之前，我希望对方向和结果都有基本判断，认真了解对方的未来规划和生活重心，做好准备，开启一段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拥杀。男嘉宾你好，我很想知道你当时就因为毕业的时候你们俩互相都有追求的人，你就没有跟那个女生表白吗？对，当时是这样的，就可能原则性比较强吧都。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1号。男嘉宾你好，那我能认为你在恋爱当中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吗？因为4年我觉得非常久吧，为什么会让你不敢勇于去追逐呢？不是不敢去主动追逐，就是现实，主要还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因为就是没在一个城市。就是异地。对对对，之前是异地，哇！我觉得主要是2个点嘛，一个就是想要结婚嘛，就是大家会觉得是不是目的性太强了？大家来到这个舞台嘛，总想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人，谈谈恋爱。如果情感成熟了，走到那个结婚的阶段。但是如果说一上来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大家会觉得目标性很强。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你对上一段感情失败的原因的归因叫做因为是异地，然后异地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就是太容易发生了，因为都是来自于各个地方嘛。遇到异地的问题，为什么就克服不了？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另外，时隔4年爱火重燃这件事儿，大家会担心爱火再燃。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性的推导。但是在感性上，大家第一时间会有本能的这样的想法，就你可以从好的一面来看，这是说明长情，对，说明专一，说明坚韧，说明执着。但你翻一面也可以看到那个不可磨灭的痕迹。所以这个要看怎么去评价。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你身上的优点，但是对你下一任女生来讲，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担心，因为这意味着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对手，他那个对手早很多年就出现，早很多年留下了深的痕迹。大家不一定有必胜的把握。明白明白，谢谢陈老师。听完2位老师的话，我现在应该稍微改变了一下我的爱情观。可能要爱的话，就要勇敢，就要不顾一切，然后也不要分地域和距离。其实就是那句话，世界上最美好的就是不期而遇，就让它顺其自然，不要有这么多的任务和目的。感谢大家。
其实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勇敢，因为前2次就是因为相遇的时光太短暂，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工作环境啊、生活啊不在一起，所以就阴差阳错吧。对，大家好，我叫陈其霄，来自哈尔滨，今年37岁，从事的是人力资源工作。我喜欢的女生呢是积极开朗，然后有正能量的。如果你也对我感兴趣，就来联系我吧。《非诚勿扰》由椰树椰汁指定播出，正宗椰汁椰树牌，我从小喝到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马上回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精彩继续。Hello， 大家好，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是苗麒麟，今年23岁，来自辽宁沈阳。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3号男生推荐谁？苗麒麟的首轮自推女生是20号女生谭鑫，22岁，在威海做舞蹈老师，女生开朗可爱，健谈爱分享，两人是甜蜜有趣、生活丰富多彩的一对，你们可以多多关注。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入过的有趣的一些群聊。你说说。就比如说我之前加入过一个穿搭的一个群，然后还有一些美食群、打篮球的之类的。哦，穿搭群可以征询群友的意见是吧？400多个人呐！美食群。哎呀妈呀，看着确实不错。还挺开心的，但是谁也不认识谁。这个里边大家并不是都认识啊。对，不是都认识，然后是朋友，比如说感觉哎这家店很好吃啊，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发，就说哎这家店好吃，尝尝老好吃了。哦，还有一种互帮互助的公益精神。对。谭鑫。我加入过我们威海本地的麻将群，因为我爱打麻将。然后他是棋牌室的。哎呦，这个小林有东西。自推的时候就是爱打麻将，可能。小林还是可以的啊。可以。因为我们威海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它的棋牌室都是要预约的，然后就在那个麻将群里面看看哪个店啊有位置啊，或者说3缺1的时候喊一个，这个样子。张岩。我前一段时间加过那种王者游戏群，就是每一次想打排位的时候，就有点害怕匹配上的队友比较坑，是人机嘛。我们就会给自己的备注是在哪个区域，你的段位是什么，谁想打排位了就在群里吆喝一声，大家就一起舞排。这是谁的？我的，我加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群聊，是我们学校的糖葫芦群。哦，在去年冬天，我吃到了各式各样的糖葫芦，辣条糖葫芦、芋泥糖葫芦、菠萝蜜加糯米、菠萝蜜加草莓加糯米，各种各样的糖葫芦。哇哦！你们有没有加入什么好笑的群？不好笑，我都是排球群，我全世界各地的排球群。这不就很高级吗？听上去。对，就是都不认识吗？但是可以有时候会发视频，比方说我觉得这个动作做得不好，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比方说护膝没带，有没有人可以支援一下啊，或者什么？我们这全是辩论群，一个辩题一个群，之后再不说话。说多了。你们那个群叫项目群。项目群差不多。好，看片子。
多人博弈，极致烧脑。选择与运气，猜忌与试探。又糊啦！欢迎来到我的自助棋牌室，我叫苗麒麟，今年22岁，现在是沈阳一家自助棋牌室的店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交密码，对我来说，麻将超越了传统的娱乐范畴，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相对高效的社交场景。有的人出牌就非常的果断，气势十足的，那他在生活中肯定也是一个偏勇敢的一个人。还有的人出牌犹犹豫豫的，可能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每个人打牌的方式不同，更能体现出他们的性格底色。生命在于折腾，生活不能静音。我特别喜欢运动，篮球、滑雪、爬山，样样我都在行。一个人的时候，我总喜欢弄出点响动来，做饭、吃饭得看着剧当背景音。我在家的时候，除了睡觉是安静的，其他时候都得有声。连洗澡的时候也必须要放着歌。我朋友他们一天说我闹不愣登的，可能也确实是东北人自带的喜剧天赋。我不想让话掉在地上，大家跟我在一块儿，每次也都是高高兴兴的。我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感染着大家，我就感觉特别的高兴。沈阳的冬天是离不开雪的，对于我们沈阳人来说，看雪基本上就等于打雪仗。我们这儿打雪仗也比较猛，就是抱着人往雪里摔跟头。那时候我南方朋友喊我去看雪。当时准备的特别充分，结果到了之后就是纯看雪，一看看了好几个小时，整的还挺浪漫的。我们沈阳冬天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大澡堂，外面天寒地冻，里面吃喝玩乐一站式全能。我的生活看起来满满当当，但身边好像缺了一个可以共享这份烟火气的你。我准备好了我的生活入场券，期待能与你共赴一场热气腾腾的未来。只要是东北来的男嘉宾，没有一个不提洗澡的。对呀，因为他们一洗澡不像我们南方人去澡堂，快一点的1个多小时，慢一点2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他们6小时起，所以呢，现在他们在东北听说啊，在东北的洗浴里边，给年轻人办公的地方辟出一个场所来。你待6、7个小时，但就在里边，你干脆就在里边办公吧。嚯，还把办公设备都给你配好了，真不错哎。对，我们就是旁边还会放了一个打印机，洗浴确实也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大家都是非常放松的，但难免也会有一些工作的一个紧急状况，而且洗浴在我们北方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活动，有工作啊，有娱乐都会一起。张迪，男嘉宾你好。刚才看到你的 VCR， 发现你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比方会打麻将、爱做饭、打篮球。那如果你跟你喜欢的女孩约会，你更倾向于带她去做你比较熟悉的项目，还是更倾向于跟她去体验新鲜的一些项目呢？首先我先会考虑，就是这位女生会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约会的一个方式，是比较欢快一些的，还是比较静谧一些？大家一块儿吃吃饭呢，我们聊聊天，还是说我们一块儿活动一下，运动、爬山、滑雪？其实我都可以去伴随着的，只要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想法，我会有一些选项去给你提供，我们可以再去一起去进行。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也听到你介绍了关于东北的洗浴，因为我以前室友也是东北人，我会介绍一下东北，他们说有一条龙的洗浴服务，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项目呀？现在沈阳洗浴非常的发达，就是也都说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从你进门开始会给你套浴服，然后会给你擦身体，现在都是一体的，比如说什么你游戏机、麻将，然后按摩，然后还有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什么打台球，都会在我们一个大洗浴里都会有的。真有吗？那是什么步骤呢？就是先洗啊，再打台球啊，还是？一般我的话就是先洗，洗完泡一下子，然后就是该上楼，该玩了。2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啊，你是开那个自助棋牌室的对吧？那你平常打麻将的频率高吗？我打麻将频率基本上都是跟我朋友们我们去打，我们会打一些玩点游戏之类的，比如说输了搁脸上贴贴纸，这就是我们一块玩的时候输的那个贴纸。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输了站起来学狗叫什么的，就是怎么玩得开我们怎么玩。好，谢谢。你刚才片子里边说你生活中每天
都离不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哪些声音呢？就我是一个比较闹腾的人嘛，然后一般的话，比如我洗澡爱放个歌，然后我吃饭的话放个电视剧，就是耳机一直戴在。就是他得接受外来的信号，他不能闲着。好了，我们来做一个互动的游戏，就是看谁那个话不掉地上，听说过这个吗？我就找你的你那个治推的人来，他话也多，来你来。这个题目我们让小玲来出题。既然男女嘉宾都是不会让话掉在地上的捧场王，那我就随机给出一个短语，每人轮流加一个字，谁先卡壳谁就输了。我非诚勿扰捧场王之争，现在开始。要抱抱，我要抱抱，我要你抱抱，我要你抱抱我，我姐要你抱抱我，我姐要你弟抱抱我。故事开始复杂了起来，人物变多了。我姐要你弟抱抱我弟，我姐让我弟妹抱抱你弟，这么好的姐呀，太大方了吧这。我姐要你弟妹抱抱我弟妹。是该抱抱，这出场人物还记得住吗？3、2，出场人物是谁来着？好了，比赛结束了。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就增加人数。其实你看抱他的状态，他的方式，抱哪儿，怎么抱，热烈的还是紧紧的，都是可以散发的方向。还有第二题吗，小林？你姐真好。他们就离不了姐和姐夫了。你姐夫真好。你姐夫真好看。你姐夫腿真好看。你姐夫大腿真好看。你姐夫大腿毛真好看。你大姐夫大腿毛真好看。几个姐夫都看过了，就属大姐夫好看。你好了，谢谢。你们的姐姐姐夫得够累的了。来东北就沈阳，就说洗浴好像在东三省很有名。对。但是从美食来讲，沈阳是不是在东三省也算是很有特色呢？对，从美食来讲的话，沈阳的美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鸡架。就是没一只鸡能脱了骨架子离开沈阳。就是它骨架子肯定得留这儿。我就没有欣赏到鸡架它好吃在哪儿？就是咂巴味儿。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吗？我知道，很好吃。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了半天并没有吃到什么肉。这种就可以有效延长进餐时间。你想那种鸡腿1个2个15分钟吃饱了，这顿饭就没有办法延续。宵夜其实要的是那个时间。你给一个不知道这种文化的人，他不会奇怪吗？一帮人在啃那个没有肉的鸡架，他会不会问肉被谁吃了？江嘉宾说一下，沈阳的美食除了鸡架还有什么最值得拿出来跟人说的？我觉得沈阳的锅包肉做的很正宗，但是东三省都说自己是最正宗的。好像鸡架没有人跟你们沈阳人抢是吧？对，吉林和黑龙江好像真的不吃鸡架，好像就沈阳吃。我们家吃鸡架就吃的很多，我姐基本天天都在吃，她就好像跟嗑瓜子儿一样。那个我跟你说，在我耳朵里头听这个，我第一次叫佟大为说过10次鸡架，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 get 到它好吃在哪儿。鸡架、锅包肉还有没有？还有西塔大冷面。这个还可以，这还可以。还有就是东北烧烤。烧烤，对，这个还可以。因为我点外卖，基本上在别的地儿点外卖全是东北烧烤。看下一条。以前我以为喜欢一个人就是为他做所有事儿，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他，他戴着口罩。我
我只看得见他的眼睛，但就是那对视的一瞬间，我的心里好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虽然我什么都没看清，但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就是这个人。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校园时光，但是他家在新疆，我家在东北，他的家人不愿意让他离开新疆，最终我们和平分手了。另一个他，我们是在剧本杀里认识的。在感情中，我是一个直接的行动派，我会记住对方随口提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要走多远去买，我会给女生惊喜。我以为这就是表达重视，但没想到我们最后还是分开了。原来是我忽略了矛盾会在细枝末节里堆积。我有时候打球太投入了，2、3个小时都不看手机，也忘了提前跟他说一声我先忙一会儿。以为事后的一句解释，一份补偿的礼物就够了，却没读懂他当时那句“你怎么总不回我”背后藏着的是被冷落的安全感。现在的我也学会了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应。我依然相信瞬间的浪漫，也更懂得持久的经营。希望在《非诚勿扰》的现场遇到这样一个你，我们既能并肩作战，也能在需要时为彼此停下脚步。18号。好，男嘉宾你好，刚才看到你的 VCR 里，您说有一段经历是因为对方没有经常接受到你对他的微信回复，所以跟你选择分手。现在的你呢，变得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应。那么您能跟我说一下对于这句话的细节吗？就是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让对方变得更有安全感？我就是如果是之前那种有急事的情况的话，我会提前讲一声，或者是我会要去干啥，我会提前就是跟他报备，说我在干嘛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尽量的给足他安全感，给足他想要的。好的，谢谢。因为我个人认为，一段感情最基础的条件是信任，两个人可以做到相互信任，我相信感情会走得越来越长远。4号。你好，我叫蒲安琪。然后今年25岁，目前从事采购工作，是南京人。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个人很讨厌麻将这个事情，我想请问，如果我很讨厌的情况下，你会选择怎么做？是还是自顾自的去打，或者说改变一下打麻将的频率，还是说你让我试着也尝试接受，跟你一起喜欢？因为如果是我感觉的话，就是我会去降低这个频率，因为我们玩的话也是纯是娱乐的，这些都是可以去放下的。然后至于说让你去适应我的话，我感觉你既然讨厌他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道理。我感觉没必要去影响其他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把控。好的，谢谢。1号。男嘉宾你好，我今年22岁，但是我一段恋爱都没有谈过，至今为止。所以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关注到你谈过2段恋爱嘛，就是如果说是在恋爱中，你的现女友没有你前女友做的那么的好，然后你会怎样去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感觉这个事情吧，它没有说是比较的事儿。既然我触到了新的女友的话，肯定是她身上有一些优秀的闪光点的，不可能因为一些小事就把一个人所有的东西就是给掩埋掉。就像是他们说的，就是哪怕一个人的缺点像星星一样，他的优点就像太阳一样只有一颗，但是太阳出来，星星也全都消失了。我看他的话也是。怎么那么会说？就是我看他的话也是会去关注他的优点，我不会在意他的缺点跟他在一块儿。如果是真看缺点的话，那就是成挑刺儿了。好的，谢谢男嘉宾。但是我觉得1号刚才这个姿态说的让人心里特别舒服。他先说了一下我没谈过恋爱，他先预设了这样的一种情境之后，你就让人无法再挑剔，你知道吗？就感觉很温暖。很温暖吗？我觉得好卑微啊！为什么？我没有谈过，然后我来跟你谈了，但是你已经谈过了，你会不会把我跟前女友做比较？万一我做的没有别人好，就是蛮让人心疼的呢。这个姿态要那么低吗？我并不认为这个姿态很卑微，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的温柔它体现在不同的，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女人要被宠、被爱、被呵护、被照顾、被心疼、被什么，都是要强调女人是
恋爱的中心，都要围绕到女生的感受来。突然有一天，一个女生开始去在意男生的感受，她会说：哇，你还要去在乎他的感受，你好卑微啊！那该怎么样？老娘就这样啊，行就行，不行老娘不惯着你。就是孟老师，你要想，就是比方说，假如说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的女朋友前面有过2任男朋友，你会说？你说，哎，我没有谈过恋爱，如果说我做的不如前面2任的话，你要告诉我。然后你不觉得你那样也很卑微吗？我不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于说，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人在恋爱的关系中是不是平等的？如果说你没有谈过恋爱，但不代表你的情商低，或者是说你不会关注别人的感受，而谈过恋爱的人也真的不代表他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会更好。真的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先上来就说我哪里做的不好，你要告诉我，而是我们2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不用去跟别人比较。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短片中说你第一段感情是一见钟情嘛，而且当时那个女生甚至还戴着口罩。我感觉你谈恋爱的话也是比较看重感觉啊这种的。那么你有没有就是你是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生呢？就是我感觉我自己认为的喜欢，它是一个不定的。我其实真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看感觉。就是，但是这个感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就可能我突然之间我看到，就比如说像我第1任女朋友，她是就是露了只眼睛，我感觉她的眼睛非常有神，非常能就是那种眼睛能冲击到我，我会是这种的。就是只要有一种特点会让我觉得啊，这个女生很舒服就好。最后一个问题，2号。就是男嘉宾，因为看你的日常的兴趣爱好也比较多嘛，所以就是如果找女朋友的话，你会喜欢比较同频的、一起玩的，还是就是比较安静的类型？就是我会在我一些，比如说高强度的一些玩乐之后，我会选择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想让自己放松一下。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我出去的话也都是。我的朋友们喊我，比如说今天有没有空啊，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会儿啊，这种的我会去玩一下这种的。谢谢。有人要说一下灭灯的原因吗？郭兰兰。对于女生来说，看感觉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可能今天你喜欢我是因为你对我的感觉对了，我们2个互相看上眼了。但是在未来的哪一天，因为感觉它真的是随你的主心、随你的潜意识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可控的东西。未来的某一天，你的感觉可能突然从喜欢我到喜欢另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对于女生来说，我会觉得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东西。谢谢。12号。我觉得是需求有点不匹配，因为在看男生的这2段 VCR 里面，刚开始他说他会有很多群，他会有穿搭群，还会有美食分享群，然后他自己呢也是麻将馆的主理人，他也很喜欢打麻将。然后他的第2任女朋友呢是在剧本杀的时候认识的，我觉得可能男嘉宾的社交属性比较强。然后我们俩的爱好也是比较不匹配的，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打麻将，也不喜欢参加太多社交属性的东西，所以就感觉可能2个人在一起会有点不合适。谭鑫，我是觉得，我们2个的性格就很合适，就是一个很好的玩伴，就像是我刚刚上去互动，我们2个的眼里面全部都是一个胜负欲的这个样子，完全没有一个粉色的泡泡。如果说是做朋友玩伴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玩的会很好。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什么样的男生会让你有粉色泡泡？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跟我比较反差一点的。而我觉得男嘉宾可能灭灯的比较多的原因是，我觉得在这一场当中，你23岁嘛，还年轻，但是你分享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娱乐。就是打麻将啊、洗浴啊，然后朋友一起玩啊什么的，就是那个状态是蛮开心的。然后要不停的要听声音，就是我在想有没有自己完全独立思考的时候。
有没有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其他方面的关注的那个部分？就是如果说你再呈现多一点的侧面的话，可能会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你。好，再见。我觉得我失败的原因就像是女嘉宾刚才说的一见钟情这一块儿，我感觉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我也会为了她去断绝到所有别的干扰，可能是我也是没有太讲述清楚。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希林，今年23岁，来自沈阳。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位麻将馆的主理人。我的理想型是活泼开朗的，然后有着一个长头发，然后比较像是小太阳一样的活力感。如果有对我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联系我。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官方指定产品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感谢椰树椰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幸福生活，志向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也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查资讯。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a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详情。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畅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心意。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